就是谢启聪的亲生爸爸。但是我很肯定的是，启聪还有美薇不是刚好被选中然后被带走的，他们是被锁定目标。原来师母跟他们上过同一个烹饪班，我认识他们哎，他们就是薰衣草园的太郎和小薇。不好意思，请问那个叫太郎的去哪里？太郎啊，他自知了。翻开生命的篇章，许多家乡，等待时间去拆穿，探索神秘的步伐，只为写下每种情绪的伪装，将眼前的面纱一一的摘下，在黑暗中重拾光芒。临近的白光，追逐回避的目光，折射出不可思议的模样。反锁迷离的胸膛，使劲的挣扎，但始终无法被埋藏。回忆总会纠缠每个自思念走远过的谎。以为会被淡忘，多么幼稚的想法。他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快说啊！启聪他死了。不可能！怎么回事？我们跟踪赵彩霞的时候，看到她接通电话，表情显得很吃惊。我读唇语，她说：“喂，小薇。”然后再说，启聪他死了。都是你，是你害死我儿子！我要你赔我，把儿子还给我！你听到没有？我要我的儿子！我要我的儿子！不要这么激动！你确定没有听错？肯定没有。赵彩霞讲电话的时候，有没有说启聪怎么死？我要检查彩霞。启聪是不是死了？我们都知道了。带我去见我儿子最后一面。小薇，妈，曲野阿姨，小薇，你是太郎启聪的爸爸。我们想知道，他为什么走得这么突然？大约1年前，他开始有了头痛的问题，
3个月前，他被检查出得了末期脑癌。前天，他晕倒被送入医院，却不小心感染了肺炎，最后抢救不及，就这样走了。还有交代什么？这是他留下来的。他说，当你来找他的时候，就把这个交给你。爸，这是我第2次对你不告而别，别怪任何人。当年我是心甘情愿离开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气妈妈不要我，更恨你这个每个月只来看我几次的爸爸。没事吧？鞋带掉了，教你怎么绑吧。小鞋带手中拿，一左一右先交叉，折成2只小耳朵，开出一朵蝴蝶花。OK？ 亚美阿姨呢？他不在家。今天爸爸带你去吃汉堡包，好不好？哎，启聪，小心一点啊！你看，爸给你带什么？那个家里已经有了，是亚美阿姨买给我的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爸答应你，下次带你去玩具店自己选，好不好？我知道我很少时间陪你，你想不想跟爸在一起呢？我不要，我不要跟你在一起。你们每个人都不管我，讨厌我。我没有不管你，没有讨厌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住的，要不要？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，爸爸妈妈那么不喜欢我，我就好像是你们的包袱，你们的负担，我过得很不开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遇见了秋月阿姨，她很关心我，每次都做很好吃的东西给我吃。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她的身份，我感激她不恨我，反而关心我。就因为她，过去的这10年，我过得比较开心，比较平静。我无法想象继续留下的生活会是怎样的。是秋月阿姨给了我离开的机会，让我可以自由。那天你来到玫瑰园，我再度和你重逢，我心里是激动的。我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再见到你。我很想认你，很想告诉你，这些年我过得很好。我对你这个爸爸已经没有恨意了，只有歉意。但是我知道自己的病情，我心里想，何苦让你伤心？所以决定不跟你相认。其实那天，秋月阿姨特地从新加坡过来找我。你妈刚从国外回来，正在找你，是时候该回去了。回去吧，所有一切都应该放下了。你爸还有你妈都很想念你。还在犹豫什么？我知道你其实是很想回去和他们团聚的。如果你回去，
我跟你一起回去。但是，经过一番思考挣扎之后，最后我还是决定不回去跟你们见面。你们知道了我的病情，只会更伤心难过。所以我宁愿选择这里作为我生命的终点站，静静的离开。对不起，无法亲自向你们一一道别。爸，让我最后一次叫你一声爸，也帮我向妈和秋月阿姨道别。假如有缘的话，来生我们再做一回父子吧。没事吧？你累了啊？你发泄完了啊？来，快去喝水。死不能了。都是你们男人的错啊！对，罪魁祸首是社长老大，但是社长夫人也是有错吗？喂，社长老大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可是谁想到美丽的欧巴桑啊，竟然这么狠心，把老公的私生子都送走。每一次真相大白的时候，都是一次打击。真相虽然是残酷的，但是怎么面对它，是我们的选择。不查了，辞职不干。真的不查吗？我了解你的，案件交到你手上呢，你肯定要找出真相的。你不是说过吗？不管真相怎么样，你都会勇敢的面对。为什么现在动摇了呢？这里是这个月的薪水，还有3个月的遣散费。谢谢你，老板娘。你是一个好员工，希望之后接手这里的人会继续聘请你。老板娘，你怎么哭了？我一想到你之后就要去坐牢，你为什么要逼我靠长期自首？你为什么要让他去坐牢？你不会打我，你会打我！师傅，你先走吧。会打我！你不要走，我还没有说完，我们口好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你我多少？从小我是怎么样教你的？不要怪你有多傻，我也有错。早在10年前，我就应该为我所做错的一切付出代价。明明就是我多想对不起你，还要让你去坐牢，我觉得很不值得。某某扣，答应我，我家长不在的时候，你要替我好好照顾我多桑，知道吗？我有个感觉，
师母好像没有把启聪被带走的真相全都说出来。我们还有一个人可以问啊。你在想的人是不是跟我一样啊？除了美丽的欧巴桑之外，只有赵彩霞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啊。哎，要打给谁啊？师傅啊。不要打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他现在最需要的是私人空间，不要打扰他们比较好。失踪案已经查得很清楚了，你就不要想太多了。这起失踪案是由2个违背结婚誓言的丈夫开始，结果却由2个妻子来承担。我们常说法律是公正的，师母和赵彩霞犯了法，必须面对法律的制裁。可是他们受到的感情伤害，却没有人能帮他们讨回公道。你的茶。谢谢。我木口呢？累了，睡着了。这么多年来，还是你泡的茶最好喝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你想要喝茶，得要自己泡了。除了你泡的茶，其他人的我都不想喝。那又何苦呢？没有你的日子，我真的不知道以后怎么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师母，我已经劝了赵彩霞去自首，吴梅薇也会来新加坡，到时候她会在庭上帮你求情。谢谢你，于洋。其实我们都错怪师母了，当时她把启聪带走，是另有原因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我问了赵彩霞，
也跟王 Sir 求证了。师母把启聪带走的原因，是因为不想你的事业受到任何危机。我想清楚了，我决定把启聪带回家。不是吧？你真的想清楚了？我觉得是时候了。不是时候。听兄弟的一句话，打消这个念头。你这么做很危险的。这是我欠启聪的，我需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。你疯了！你和你儿子的关系一旦被公开了，不要说你老婆知道了之后还会不会保住这个家，我怕你连工作都保不住啊。可是你知道了，我已经讲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只要你知道，启聪的妈妈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是舞厅的妈妈桑。你是树仓组的组长，和舞女搞婚外情，还生了个儿子。要是有人去告发你，说你接受性贿赂，包庇舞厅的非常勾当，不止你要吃官司啊，你和警队的名誉也会受影响，你的前途和事业就完蛋了，庆雄。你所讲的我都想过，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名誉。如果不在乎秋月感受，我早就把启聪带回家了。启聪乖，你一定要跟彩霞阿姨一起走。为什么？你如果不走的话，你爸爸会有麻烦。秋月阿姨，其实我知道你是我爸爸的老婆。如果我走，对爸爸好，对你好，对大家都好，大家都会开心，对吗？我不应该这么自私的。如果你不想走，阿姨现在马上带你回去。嗯，我不要回去，我跟美薇一起走。我在那里虽然有雅面阿姨照顾我，可是我一点也不开心。妈妈不要我，爸爸也不可能把我带回家。秋月阿姨，我真的很不想回去。我知道，你在这里会有一个家，你会跟美薇一起上学，一起生活。彩霞阿姨会安排一切的。哦，是时候走了，来跟秋月阿姨说再见。秋月阿姨再见。秋月阿姨再见。等一下，当时你真的很想把启聪给留下来，但是最后还是让赵彩霞把他给带走了。拜托你了。于洋，答应我好好照顾你师父，拜托你了。
真的觉得美丽欧巴桑是个特别的女人。她在我心中的位置提高了很多，真的很敬佩她。你说没有她，社长老大以后的生活怎么过啊？还是照过啊，她不会死的。喂，自从启聪的 case 曝光后，你对社长老大的态度没有180也有90度的改变啊？是他背叛师母吗？难道你要我当成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吗？别再说了。哇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哎，师傅，喝茶。今天是秋叶小猪最后一天，也是我最后一次找蛋炒饭给你们吃。白庆琼蛋炒饭就要结局江湖，尽情享用。不等大香吗？他说他迟到，我们先吃吧。好，开动吧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我很快就到日本去，除了跟秋叶的父母亲交代，顺便把莫哥带回来。师傅，蘑菇没事吧？还是对我很冷淡，不过有他外公外婆看着，我比较放心。我突然想到啊，我们 CCI 虽然只是成立了几个月，但是啊，我们已经破了7宗悬案了。等师傅从日本回来，我们继续加油，再接再厉。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，我们 CCI 所有的成员都会一起面对，对不对 ？Right？ 我以后不会再跟你合作了。我要离开 CCI。喂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刚刚说我们未来会一起面对所有的事，你现在就跟我唱反调。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李哲，请你打消这个念头。你看，我们还有很多悬案还没有破，很多家属还在等着我们帮他们找答案。难道你不想揭开这些谜底吗？这些都没有意义了。是你说的，不管真相藏得多好，你都会把它找出来，让那些犯罪者无所遁形。难道你忘了你的心眼？我离开 CCI， 不代表我会放弃我的信念。那这个案子还查不查？那你看，多一宗啦。海峰，对不起，社长，我的用意是不让 CCI 解散。这不是去年的继父吗？对。所以那天你说你遇到他不是巧合，你是真的跟踪他，干嘛要查他？因为我们对邱家强有所怀疑，所以开始跟踪他。我发现邱家强跟这个叫邱烈人的前政府官员有接触。16年前，邱家强跟救援的爸爸。够了，这是我家事，请你们不要管。俊年，俊年，不要跟着我！警察在查我，怎么办？坐牢？你不可以坐牢啊！你坐牢，我和俊彦怎么办？哎，你知不知道你很烦啊？
什么会叫海峰去调查俊彦的继父啊？喂，你们不说，那我怎么去安抚他的情绪啊？社长，是时候让于远知道了。他才死了以后，我收到一份包裹，里面有一张照片，让我起了疑心。我爸方木生，俊彦的爸和他继父为什么会结合照？我不知道洪贵全和许家强跟俊彦有什么关系。我惊讶的是，他们2个人跟我已经查过的一起猝死案有关。所以我们去查了许家强的身份，才发现到他是俊彦的继父。也因为这样子，我就叫海峰去暗中调查。原来你之前搞失踪是为了调查这个案子。但那年的猝死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洪贵全和许家强贿赂政府官员邱立文，获得上千万元的建筑工程合同。在调查期间，洪贵全突然就死掉了。当年这个案子是由我调查的，我觉得洪贵全的死有疑点，所以报告了上级。我怀疑洪贵全的死不是自然死，很有可能是他杀。可惜我调查到一半就被调走了。那你没有跟进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调查新的案子，所以没有关心这起案件。洪贵全的死因，为了确定未猝死，属于自然死亡。贿赂案也因为缺少主要证人的口供，不了了之。这个案子真的很不寻常我们还能查到洪贵全、许家强跟黄德良、方木生之间的关系。但是这个案子跟俊彦有很密切的关系，我不知道他还会不会要继续查下去。所以要想办法说服他成委托人，好让我们 CGI 正式调查。不过如果他不愿意的话，不要勉强他。有氧一定会说服俊彦的，因为他也很想知道真相。我去找他。俊彦，开门啊！洪俊彦，开门！俊彦，你搞什么？手机都没开，玩自闭啊？不是叫你不要理我的吗？你不是说过，就算是天大的事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吗？师父叫我问你，要不要委托 CCI 帮你调查你爸的 case？ 我不想查。你怕什么？你不是说过真相很残酷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去面对它。我选择逃避不行吗？你到底怕什么？你告诉我可以吗？老公，警方放了你，是不是没事了？他们会起诉我。起诉你，那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罪名成立，
我去坐牢喽。坐牢？你不可以坐牢啊！你坐牢，我和俊彦怎么办？哎，你知不知道你很烦呐？喂，你为什么去惹上官司？连我也被警察带去问话。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错，都是你连累我们。哇，到这个时候你还说这种话，你是不是人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你知道我都为你担心吗？好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喂，你不要跑，我还没有说完呢。有什么好说的？结婚这么多年，我才发现你是这样的人啊！爸爸起来！爸爸起来！爸爸起来！爸爸！现在玉泉走了，留下我们母子俩，以后的日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过。放心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母子俩。谢谢你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会突然什么都听不到。原来你间接性失聪是心理作用啊。总而言之，我不想知道真相，我害怕知道真相。OK。我觉得你应该勇敢去面对，不要再逃避了。也许你妈妈我不想听，不想知道，也不想查。你要我说几次啊？喂，你这个人真的……我知道我很矛盾。之前几个委托人不想查的时候，我们都不甘心。可是我现在也了解他们的心情，我也希望你体谅我的心情 ，OK？ 我害怕知道真相，因为我怕真相太残酷，我不能接受。OK， 你不想查我尊重你，但是你可以委托我们西家帮你调查？我会等到你心理准备好了之后才告诉你真相。
想干什么？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是不是想避开我？你不可以不理我的，秀莲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为你做了多少事？可是自从你和庆雄碰面之后，你就开始冷落我，对我爱理不理的。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你以为你跟庆雄可以在一起吗？啊？秀莲，我求求你，不要不理我好吗？Hello， 庆雄啊。上次你提过想弄蛋炒饭给于洋吃，还要我教你，不知道这个星期天你有没有时间？星期天我有空。我先带你去买材料，然后再上你家教你怎么煮。庆雄啊，在你去买材料之前，我想先跟你去个地方好吗？什么地方？到时你就会知道了。我们星期天见，拜拜。妈，爸，你要带我来的地方就这里啊？对呀，这里对你对我来说都特别有意义。还记得吗？我们第一次约会就是在这里。30年了，这里没多大改变。哎，你看，我们喜欢的亭子还在，记得吗？我们在这亭子拍了好多照片。那我记得当时我们用的是你爸留给你的那架非常旧的相机。我觉得呢，今天就好像重温旧梦，回到从前。我们拍照好不好 ？OK， 不过我先去买点喝的。不要啦，我们先拍照再买好不好？把你手机拿出来。OK， 很久没有拍了。可以的啦。这样子吧。对对，这样。1、2、3。OK。再来一张。这样可以吗？他抬头仰望身边熟悉的脸，和试图防备的双眼，编织的谎言，编织的从前，轻抚着他们披上羊皮的肩，适应着伪装的感觉，现实和幻觉同时被领略，起初都在天堂边缘观望这个世界，后来不知不觉也踏上地狱的边缘。原来我们都是勇敢的决士，总带着一份饱受怀疑的坚持，拒绝这一层层的真实。我们都是勇敢的决士，反复